讲泰安州的恶霸王元起，仗着家里有钱，简直是当地的一霸。有个老实巴交的打工仔叫李进贤，带着漂亮老婆方氏租了王家的房子住，这简直是羊入虎口。王元起一看方氏长得水灵，那眼睛都直了，仗着房东的身份，他是隔三差五就跑到人家家里去骚扰占便宜。方氏是个弱女子，哪里敢得罪这地头蛇？一来二去，王元起胆子越来越大，简直把李家当成了自己的后院，进进出出，肆无忌惮。时间一长，这事儿就在街坊邻居里传开了。李进贤在外面做工，听到些风言风语，气得浑身发抖。回到家，他指着老婆的鼻子破口大骂：你这女人怎么不知道检点？现在外头都在传你跟那姓王的不清不楚，咱们的脸都丢光了。从今往后，你若再不改过，我非活活打死你不可。李进贤气得双眼通红，觉得自己一个大男人受了天大的奇耻大辱。方氏一边哭一边委屈地回嘴：你算个什么男人？咱们住人家的，吃人家的，你连自己的老婆都护不住，他拿权势来压我，难道是我自己愿意的吗？你要是有本事，咱们就搬走，离开这个鬼地方。要是以后再出这种丑事，我就不配做人。李进贤听完，怒火中烧，咬牙切齿地放了狠话：好个姓王的强盗，他要是再敢踏进我家半步，我非一刀捅了他。谁知道隔墙有耳，这句气话早就被王元起的狗腿子听见，跑回去通了风，报了信。第二天晚上，李进贤下班，正好路过王家大院的门口。王元起一看这小子还敢放狠话，立马一挥手，几个如狼似虎的家丁冲出来，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捂住李进贤的嘴，硬生生把他拖进了黑漆漆的高墙大院里。李进贤连呼救都来不及，就消失在了夜色中。到了院子里，王元起根本不废话，指挥手下就是一顿毒打。可怜李进贤，一个老实巴交的农夫，哪里顶得住这帮恶棍的拳脚棍棒？只听几声闷响，他的左腿硬生生被打断了。王元起怕他爬出去报官，竟然找了个破竹筐，把他的两条小腿死死绑在一起，像扔破麻袋一样，直接扔在冰冷的杂物房地上。那天夜里，风骨刺骨，李进贤腿断了，又被死死绑住，疼得在地上直打滚，连喊救命的力气都没了。到了后半夜，活活疼死在了这暗无天日的黑屋里。王元起第二天一看出了人命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他连夜吩咐几个心腹手下，把尸体偷偷拉到荒山野岭，直接扔进了一处深不见底的深沟里，企图来个死无对证。掩埋了尸体后，王元起第二天还装模作样地跑到李进贤家，说要雇他去抬轿子。方氏着急地说：他昨天出门，到现在都没回来呀。王元起眼珠一转，故作惊讶地说：哎呀，最近听说山里有猛虎出没，你家男人一夜未归，该不会出什么意外了吧？你别急，我让手下人进山帮你找找。这戏演的简直滴水不漏。到了中午，王元起假惺惺地跑回来报丧，说山里确实发现了血迹，肯定是遇到老虎了，只是林子太黑太深，大家都不敢进去看。方氏一开始还真信了，哭得死去活来。可天下哪有不透风的墙？没过几天，就有打抱不平的街坊悄悄给他透了底。你别哭了，你老公根本不是被老虎咬的，是被王主人抓进院子活活打死的，很多人都看见了。方氏这才恍然大悟，心里跟明镜似的。可她一个外乡来的弱女子，
能拿着土皇帝有什么办法？这时候王元起又跑来纠缠，方氏为了保命，只能忍气吞声。王元起看她死了老公，怕这寡妇留在这里日后惹出麻烦，干脆给了她一笔厚礼，派人把她送回了夫家哥哥那里，还哄骗她说是带她去改嫁，找个好人家。方氏一见到大伯哥李金贵，再也忍不住了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把丈夫被王元起活活打死的真相一五一十全说了出来。李金贵一听弟弟死得这么惨，连个全尸都没留下，顿时火冒三丈。他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立刻拿出笔墨写了状纸，跑到县衙去告状，发誓要让这个恶霸杀人偿命，还弟弟一个公道。可是这王元起家大业大，有的是钱，他一早就花重金买通了所有的街坊和干政，在公堂上王元起倒打一耙，大呼冤枉。他指着李金贵说：大人，这纯属诬告，他是为了赖掉我家的房租才来陷害我。您想，我要是真打死了他弟弟，能把尸体藏得天衣无缝吗？我要是真惦记他弟媳妇儿，怎么还会好心把他送回婆家？县太爷审案子也不细究，一问那些被买通的证人，这些证人全都众口一词，说李进贤只是个打工的，不知道在哪条山沟里迷路摔死了，王家绝对没有抓人打人。县太爷一听，哪怕动用了夹棍，这些拿了黑钱的证人也咬死不松口。最后县衙和府衙居然都判了李进贵一个诬告罪，还要把他流放充军。眼看着李进贵屈打成招，就要带上枷锁被发配了，真是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幸好天无绝人之路，这时候刚好有一位新任的大巡抚许福忠大人走马上任。这位许大人可是出了名的廉洁神明。李进贵不甘心弟弟就这么白死，拼了老命挣脱押送，拦住巡抚大人的轿子，高喊冤枉，硬是把血写的状纸递了上去。许大人看了状纸，见他哭得悲痛欲绝，立马察觉到这案子有猫腻，于是当机立断，把所有嫌疑人和证人全部提审。可是这些人早就成了老油条，一套谎话串得滚瓜烂熟，连审了几次，不管怎么问就是不改口，案子一时陷入了死胡同。许大人没有着急动刑，他眉头一皱，心里有了个极其巧妙的盘算。第二天过堂，许大人的做法让所有人都看傻了眼。他让证人全跪在门外，一次只抽一个进来。第一个进来，大人根本不问案子，反而笑眯眯地问他村里有几口人，路怎么走。问完点点头，让他从后堂左门出去。第二个进来，还是问些养了几头猪之类的废话，问完让他从右门出去。门外的人根本不知道里面在说什么，只觉得心里直发毛。等叫到第三个证人林堂进来时，许大人的脸突然一沉，他冷冷地说：你们村的情况，刚才那两人已经老老实实全告诉我了。不仅如此，李进贤死的时候腿上绑着什么东西，连你们隔壁牵花牛的老太婆都已经作证了。你现在要是敢说半句假话，本官立刻大刑伺候。这连诈带骗的一招，犹如五雷轰顶。林堂本来心里就发虚，一听大人连牵牛老太太的细节都知道，以为前面两人早就招供了，心理防线瞬间崩塌。他扑通一声磕头如捣蒜，哭喊着说：大人饶命！李进贤当时是被破竹筐绑住小腿的，活活疼死后，尸体连夜被扔进了后山深沟里。有了这句关键供词，许大人立刻派人进山搜寻，果然挖出了一具腿上还绑着破竹筐的白骨。铁证如山，
王元起看着那具绑着竹筐的白骨，彻底傻了眼，只能乖乖低头认罪。许大人大笔一挥，将这草菅人命的恶霸判了死刑。那些拿钱做伪证的狗腿子们也一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。这桩沉冤已久的命案终于真相大白，可怜那李进贤，九泉之下总算能瞑目了。咱们老百姓常说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恶人终有恶报啊。闲来无事，听一段说。本期明代奇案录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。